我的粉丝们耳朵真的太尖了。前段时间我不是分享了一期博主必备麦克风 1.0 版嘛，其中分享了5款麦克风，但是很多粉丝们听到最后还是能够听出来罗德的 Wireless Go 2代效果是最好的。那我当时也是建议，如果你是新手博主，预算比较充足的话呢，可以直接考虑这款。但是这都是我在没有用猛犸这款麦克风之前，我可能都会给你推荐罗德这款。用了这款之后 It totally changed my mind。这国货之光彻彻底底的把我征服了。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博主必备的麦克风 2.0 版之我从罗德 Wireless Go 2代换到猛犸 LUCMAX 的4个原因。首先呢就是麦克风的外观，猛犸的麦克风呢是有充电仓，还有收纳充电仓的收纳盒。2个麦克风续航各 7.5 小时，接收器是9个小时，充电仓可以给它们充2到3次电。罗德的充电方式最快的呢就是单独线充，我试过那个1拖3的线哈，那充起来真的巨慢，而且充电仓还需要额外加价购买。所以猛犸的好处呢就是每次用完它不会像罗德那样去盯它还剩多少电量，直接放进充电仓里面，既收纳又告别了电量焦虑。线材方面呢，猛犸是送了5根线，手机拍摄呢有苹果的 Lighting 线、安卓的 Type-C 线，还有3.5手机的这个线。相机拍摄呢有常规的3.5线，另外呢还有1根充电线，每根线呢都贴心的标注好的是干什么用的，哪端插哪里。我觉得这样的细节就对新手博主特别的友好。那罗德呢就只有2根线，一根是插手机的，需要自备转换头，一根呢是插相机的。它是送了一个小盒子，但是它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东西都收纳进去，所以它的充电线我都是单独收纳的。猛犸呢是送了一个大的收纳盒，不仅可以把这个充电仓收纳进去，还可以把它的5根线还有它的防风毛衣都通通一起收纳进去，这样携带出门呢它就会比较方便，也不会丢三落四的。佩戴方式上，猛犸是有2种佩戴方式，它可以领夹也可以磁吸，所以拍摄的时候你想穿什么衣服呢就更加的随心所欲一点。那罗德呢只有1种佩戴方式，就是领夹，所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就不能穿软和一点的衣服，不然它会扯领子，所以就只能穿一些硬挺一点的衣服。那在外观设计上，猛犸是长条形的，它比较小，所以佩戴上它的存在感没有那么强，也没有喧宾夺主感觉。那罗德呢是这种方形的，它也比较大，戴上就很像行走的广告牌。所以我现在发现有很多博主在佩戴罗德的时候都拿黑胶带把这个 logo 给盖住。最后呢就是屏幕，在屏幕上猛犸麦克风的接收器是一个触摸屏幕，还有 Home 键， UI 设计也非常简单，傻瓜式的操作很好上手。这个的好处呢就是如果你有摄影师来帮你拍摄，那它就可以远程来操控一键闭麦、降噪或者板载录音的功能。那罗德的接收器呢就是一块屏幕，也不带触摸功能，有些功能还需要在电脑上下载 app 来使用，而且它的按键比较少，你根据这个按键是分辨不出来它有一些什么其他额外的功能的。就比如说我之前用罗德的时候不小心把它变成立体声，我就变不回单声道，而且我还是去找了旗舰店店员，是同时按住这底下2个键它可以切换成为单声道，所以你光靠它的外观和它仅有的按键你是想不到原来是这样子切换的。接下来要说的第2大原因就是降噪，猛犸的降噪真的太牛了。我一般录制呢是在室内，所以罗德和猛犸在室内录制它其实体现不出来多大差距。但是待会儿呢我来把抽油烟机打开来模拟一下噪音，我们来看看罗德和猛犸的降噪区别在哪里。现在呢我用的是相机来抽音，我把抽油烟机开到最大。现在我正在用罗德进行收音，因为它没有一键降噪功能，我们只能听现在的这个效果跟待会儿的猛犸做一个对比。那我现在正在用罗德进行收音，现在呢是使用了猛犸麦克风，但是没有使用一键降噪的收音，已经打开了降噪功能。我们再来靠近抽油烟机看一下它现在收音效果怎么样，效果是一对比就很明显。接下来的第3个原因也是我非常 care 的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免插拔回放。用手机连无线麦克风的宝子们是不是每次拍摄完想看回放的时候都得把那个线给拔掉，不然不出声儿，然后看完了之后再插上，这样来回的插呀拔呀其实真的很繁琐。所以猛犸这次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创新，就是为手机拍摄的用户朋友们精心研发了一根线，以后再也不用插拔就可以播放刚刚拍摄完的视频和声音了。非常 nice。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罗德的 Wireless Go 2代没有监听孔，它不能监听。有时候我配音来不及，我会用这种无线领夹麦来进行收音。为了听到我配音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喷麦或者爆音的情况，我都会配上耳机进行监听。而且如果你是有摄影师来帮你拍摄的话，他也可以戴上耳机来实时的监听现场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声音的问题。所以有监听这个功能真的很方便，罗德是压根儿就没这个功能。那以上呢就是我从罗德的 Wireless Go 2代换到猛犸 LUCMAX 的4个主要原
原因了。其实当年短视频的兴起给罗德创造了土壤，掀起了无线领夹麦的热潮。前几年哪个博主的领子上如果没有一个罗德的无线领夹麦，都感觉没有跟上潮流，甚至他的画面出现了罗德这个品牌，都会觉得哎，这个视频质量应该蛮高的。但是这几年随着国内麦克风品牌的发力，势如破竹，有很多的品牌都做得越来越好，甚至功能上更加的人性化和个性化。就比如猛犸的这款麦克风，我就觉得它更懂中国的用户，也更适合中国宝宝的体质。在使用感受上，我觉得还是超过罗德的。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内容创作者愿意看到的，就是各个品牌你们自己卷出百花齐放，这样我们就能找到更好也更适合我们的创作工具来为拍摄视频赋能。好的，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乔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